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农历7月，也是地藏王菩萨呀大慈大悲的将这个地狱之门打开的时候。他的心意呢，就是想让一些有缘的众生啊，从这个阴界、从冥界、从地狱中能够解脱出来。那么我们活着的朋友，活着的人们呢，就这个时候是一个来够拯救挽救你的祖宗已经去世的这个祖宗亲人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为他们去做一些祭祀祭典就是按照所谓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去做这个按照这个佛教来说的话，更应该，因为这是盂兰盆这个能够救度亲人的一个最好的时间佛菩萨都来帮忙，在这个时候呢，为这个亲人包括做一些功德呀，让佛菩萨或者借用佛菩萨的大威德之力呢，将我们在地狱受苦的亲人呢，能够解救出来，往生天国，永享那种快乐在往生极乐世界，与这个世界呢是一样的永恒，那是多好呀！还有一个呢，再就是对这个，就是尤其是盂兰盆这个7月份这个时间还有一个除了祖宗亲人之外再就是这个冤亲债主，我们从过去世，包括今世，曾经一切的伤害，比如因为欺骗让人家倾家荡产有人跳楼喝药轻生了还有你吃过的肉、杀过的生等等一切伤害过的这个生命因你而去世了，而人家在死前的时候能够憎恨的就是你而比如说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士兵你们互相士兵之间的残杀，可是呢你污辜了这个就是顾及到了这个普通的百姓我们这个无辜的百姓手中没有利刃你把人给杀了，比如为了抢劫财物等等的这都是真正冤亲债主，他的死前恨你，未来就会整治你，就让你的人生多了很多坎坷，多了很多病痛，多了很多的磨难说这个时候呢，是咱们这个做功德能够弥补还愿、弥补消业的这个好时候，我们才能好起来。那这个季节真的是好重要啊，师父，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去超度他们。那我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其实也是有这样祭祀祖先祭祀亡灵这样子的习俗的。是吧，香客？对，就像在日本在盂兰盆节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有这个习俗去点灯，超度祖先。那在这节日结束之后呢，就再把祖先送回彼岸。彼岸是哪里呀？彼岸就是他们来的地方是吗？是。可能又把他们再送回阴间这样子对，有这样的习俗。对，听说韩国也是有这个习俗。韩国也有盂兰盆节他们的盂兰盆节又叫百中日。他就是说，正好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丰收的季节田间百忙之中五谷丰收。那在这个季节呢，人们呢都会返乡祭祖然后也会去扫墓，同时呢也会供僧众来庆祝丰收，感恩佛菩萨。那远在西方的墨西哥，他们也是会有这样子祭祖的节日，他们叫亡灵节那在这个节日呢，他们就会摆上鲜花、蜡烛跟食物，来欢迎祖先灵魂回家团聚，就是一个祭拜的节日。在西方也是有这样的习俗的。对。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但是好像都对我们逝去的这个灵魂逝去的祖先，都是有一种深深的怀念。也是有相应的节日去想要迎接他们回来祭奠他们这样子的对。那逝去的亲人走了，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不经意间还能感受到他们会回来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梦中哈，嗯你比如说梦到了已经往生的亲人呢，是给你做出微笑啊，或者给你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都是他和你之间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据有的人说哈，就是说能够在你的梦中与往生的亲人相见，传达某种讯息和情哈，这也是经过那个世界的神灵允许才可以做到。否则的话，如果每天如果梦到是不好的。它毕竟是两个世界哈，两个世界的其实有沟通，但是没有那么频繁。所以有时候还有更多的时候，比如让你提醒小心一点啊，眼皮跳啊，或者是有时候像遇到个蝴蝶呀，正好就在你的眼前在飞呀，对都可能是亲人对你的一种爱啊和依恋啊。对，甚至一只美丽的小鸟，有时候和你擦肩而过，或者有的时候围着你盘旋飞翔，都可能传递着他对你的爱与思念，是就回来看你来了，是吧？比如说你奶奶你对奶奶特别好，奶奶也是把你给看大的哈。对，等你奶奶走的时候，你特别伤感，可能就在奶奶还能够表达说话的时候，你可能说奶奶以后你要怎么来看我呀？奶奶开玩笑的说，我呢会化成一只小鸟。那你就问什么样的鸟啊？麻雀吗？是还是燕子？说我化成一只美丽的小鸟来看望你。那说不定这个就真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到时候去世之后哈，惦记来看望这个可爱的孙子的时候，就有可能画了一只彩色的小鸟。对，所以这种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沟通哈，有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能够展现出来。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我那个亲人就在那里离我很近，就是一种感觉。好感动啊，是不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分享几个特别好听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由我来讲很好玩，就是在当今的这个美国就是现在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年轻帅哥，他是一位超级的通灵师，就一般通灵师和阴间通灵达不到他那么详细和准确，这人是各有使命这个通灵师呢，他的名字叫泰勒泰勒通灵师所以以下呢，我就说通灵师就是指他。我这个故事中就这一个通灵师那这个泰勒呢，这通灵师呢，他其实从小就有点与众不同身体就稍微弱一些，小时候成长过程之中身体较差，可是呢，他这个母亲把他这个抚养的是很艰难好不容易到了10来岁，泰勒呢就反而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现象，比如说他可能看到那个阴界的一些生命状态，比如说路过这个坟墓的时候，他就能看到这有些鬼魂在那在玩耍，还有这个他挥手打招呼，他也给人打招呼，把他妈吓得够呛，他路过坟地不要随便打招呼，他说我看见了，人家给我打招呼呢但是妈妈看不见，这很害怕，赶快走，离开这里，别给他们招手，你别给跟回家去对，所以他经常会感受到一些灵魂还有一些事件的这个发生之前，他有预感，就是说很灵敏，这种感知能力超强。那么他随着他这个年龄越来越大，而且呢，他和别人不同的是其实你看有很多儿童，小孩子，其实他是有些感知能力的。这个就是儿童的感知能力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发生过。你就在反正6岁以前的时候，经常会你说话就比较准确，这就是一种非常灵敏的感应但随着这个年龄通常男孩过了12岁，女孩也差不多，过了这个12岁以后，通常这种灵感就消失了。香科小说也有吧看样子是有的我知道你是从2个月开始预言对，所以呢
这个泰勒呢，他和别人相反，他反而到了10岁以后哈，他这个通灵能力就越来越强烈了，哎，包括他上学也不平安，很多同学老师都找他预言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上大学吧，经常说，哎，那个人站在那儿不用缴费就来听课来了，老师你看，老师说别胡说八道，神经病嘛，没吃药是不是啊？没吃药赶快去吃去，因为老师吓得够呛啊，一听这里哪有个人呢？那泰勒看见了啊，所以老师就很烦他，但是经常他说的呢，这种预言性的东西啊，还特别准确，哎，所以同学们后来一些老师们在大学之中都找他来给我看点事儿，说我奶奶去世到哪里了，我妈在那个世界过得怎么样，哎，都会来问问这件事儿。那他呢就去看，就越看越准，越看越准。后来就是变成自然就有了很多粉丝啊，都来找他看这个看那个，哎，其实人们都希望，一个是希望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所了解，对不对？你看几乎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曾经算过命，对不对？哎，那很多人是天天算命，拿个扑克牌，哎，那这个找泰勒来看往生亲人的这种现象呢，就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哈，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大名鼎鼎，哎。那前2年呢，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超级现代化电视频道，叫中文叫奈飞哈，英文叫 Netflix 啊。它这个里头呢是个很强大的一个电视频道，它拍很多电影就专门给它就是跟踪记录拍摄他和一些人，因为很多人排着队呀。现在听说在他的网站上哈，就在这个通灵师网站上排队排到了60多万个人，企图让他来看看去世的亲人怎么样了，排队排得这么久啊，哎，那这个超级的这个电视频道呢，Netflix 呢就追踪他来拍摄一些他和人交流看事儿的时候的真实的过程，就是不作假，反正他就看的就这样子啊，所以他一直看了很多个人，我是看到说从比较准确的啊，而且很平均的看的标准的，他是就应该说是第1位，非常厉害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是这个泰勒通灵师呢，其中遇到的一位这个来访问者哈，来看看自己最关心的一个人现在过得怎样啊。我现在以下就讲这个故事哈。各位朋友们请记住哈，这个影片不是在由演员来演的啊，不是个故事片，所有的事儿都是人演出来的，这是一个纪录片。就像这个拍摄的记者摄影师呢，就是如实拍摄他，你说了啥看了啥与拍摄者没关系，反正我就把它如实记录，就是这样，所以不是人演的。所以里面你感觉到不相信有点惊讶的话呢，那也属于正常，因为确实有点超自然现象啊。对，那么这次和他来交流对话的呢，来问事儿的呢，这个人呢是一位女的理发师啊，记住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凯西啊。这个凯西呢，这是个真正的一个人哈，他心中有一个很久放不下的亲人，哎，就带着这样一个心事，因为带着这个心事好不容易排队排上他嘛，哎，就是约了一个地方见面来聊天，哎，而且呢，他这个见面的时候呢，这个拍摄的这个导演组呢，给他们做了一些设定，就是不要让这个凯西呢多说一些他要问的这个人的很多的讯息啊。导演组是说了，这个通灵师就讲呢，你要想看已经往生的亲人的相关讯息的话哈，你要拿这个人在世的时候曾经常用的一个东西，有在身上佩戴的东西就是最好。哎，一开始呢，凯西呢就拿了那个人的帽子，那个人工作经常戴帽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是这种感觉呢，他把帽子放下，就拿了这个人生前每天带的一个工作的挂牌证，就是挂着脖子的这个工作证啊，上头有一些讯息啊啥的啊，现在在很多办公大楼这个经常看到带这个证的人嘛哈，对，
而且凯西呢也没给通灵师多暴露任何的什么其他的讯息，什么年龄、性别等等的很多事都没说。这通灵师拿到这个工作牌之后，他是靠感知啊，而不是查看牌上有什么破案的什么证据，而是感知，闭着眼睛去感觉。接下来通灵师就说了：“哎，这个人走得很突然呐，并且很年轻啊，好可惜哟。他应该有个很好的前途呀。但是我感觉呢，他就在这个生命中最美好的、最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中，突然间就停止下来了，也就是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因为他就一边看就自言自语，他要表达呀，因为对面问事的人正听着呢。接着通灵师又看到了，他闭眼睛看到了，哎，他说呀，这个人就是拿着这个功德证的牌，这个人就是往生的人哈。这个人呢还想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在这个马路上哈，有很多人穿着有很多是类似制服的人啊，很恭敬很尊重的排成一个大马路上一个车队在给他送行，哇，浩浩荡荡像总统出殡似的，哦，这么大一个礼仪啊。而且呢说这拿着名牌这个人说，这个人觉得以此为一种荣耀感呐。看样子他挺受大家爱戴的。这个女的来问事的这个凯西理发师呢，一听到这眼泪哗就流出来，哎呦，心里好难受那种感觉。他就开始说：“是啊，就是你说的。我跟你说，他叫阿吹啊，是我的前夫。这个人去世了嘛？正是这个女理发师的前任丈夫，也已经去世了，就是那他就是一个这个阿吹呢，就是一个那种紧急事故的救难的医护人员。你看美国就是打911，对不对？拨电话号911就是急救的，不管是着火啊，人掉河里了，还是什么出一些撞车灾难呐，紧急的报警电话都是这个号，911啊，每个国家不太一样哈，还有119的啊。他是这个911急救队当中的一个医护人员啊，对医学有了解，天天就救死扶伤，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医护人员啊。你看的这个隆重的车队哈，你们这个通灵师看的这个车队呢，是正是他去世之后啊，很多一个是他的同事，100多名这个医护急救人员啊，还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很多是他帮助过的市民，都来为他送行啊。那个整个画面是特别的，就是震撼呐，壮观呐。当然这是送行了，也是送这个人家这位先生的最后一程哈。所以他因为帮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在他走的时候就来送行来了。你看这通灵师就像怎么像回忆录一样，看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好玩吧哈？好玩就好像画面给他展现出来了。对，对。接着呢，这个理发师凯西呢，就接着就说啊，他说当年就是我们的女儿哈，这个刚满月的时候的某一天啊，也许满月当天或者第2天那个时候，在晚上呢，她这个丈夫呢阿吹呢，就突然间呢像发病昏过去了，他们赶快就一样打急救电话给他送医院去了去了一查，医生告诉他，哎呀，这个咱们这个好朋友阿吹哈，他们都认识啊，脑里头长了个大肿瘤，那而且我们认为呢，这个肿瘤很麻烦，脑里头不管恶不恶性，那么老大一个肿瘤的话，那都是一个要命的东西啊，医生就说可能还不是好的瘤子啊，那至少要花3年时间来进行医疗，最好把工作也放下，这就当时的真实的情况哈，可是呢，他这个太太在讲呢，这一切都晚了，这个阿吹呢，
不去好好看医生，哎，但是因为他是急救的这个，应该是急救人员嘛哈，急救人员他和这个医院这些医生他太熟了，你看我还算年轻，40多岁嘛，哎，我也躺在那儿叫他们救护，这有点可笑。但是如果我不犯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病，啊，我挺健康的，啊，应该没事儿，啊，也别像医生说的那样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吹呢，他不去看医生，一个是有这个面子的感觉，啊，这是我的一种解读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阿吹因为很熟悉医生，熟悉医院，那其实他也可能觉得，像这个病，今天的医学根本没法救治。所以出于这2点的这种感觉哈，这种了解的话，说他干脆不乐意去找医生去什么治疗、化疗之类的，他就不想去。但是就是从发病到去世3年，像医生说的哈，果然3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太太就特别遗憾呐。讲到这里的时候，通灵师又开始说话了，啊，通灵师还在继续看呢，啊，通灵师说呢，哎，我感觉到感受到这个阿吹呀，在给我传递着某种讯息，啊，很强烈的在给我表达，让我说出来说，我并不想死，我并不想死，我很爱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哎，你看，他们在对话这个期间，其实是不是这个阿吹灵魂就在旁边待着呢？啊，其实在等于通过通灵师在对话，哎，你看他觉得他前妻就觉得他，你看也不好好的去治病，对不对？你看你早早离开我们，你是不是不爱我们呢？哎，所以阿吹就说：“我不是不爱你，我很爱你们啊。但是我确实没去。如果我的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真的去好好治病去，啊，这样的我能够多陪你们一些年，是不是啊？哎，我这个爱还没有表达完呢，结果我没想到，哎，这个来得这么快，就真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去看病。”所以他太太凯西一听，哇，他的心结就解开了。哦，原来说他也不是故意找死，对不对？哎，但是当时其实他的某种感觉上，并没有完全理解太太和女儿的这个心情，哎，才这样去世的。哎，这个太太有点释怀是，所以当时，所以他这个太太就说：“我呢，总是让他劝他去治病看医生去，他就是不听。哎，人对我都特别好，可是让他去看病不去，是吧？说到后来发了病要走的之前我们医生也说现在没救了，来不及了，啊，你把神弄来也没有用，反正救不了就走了。他可能这也是他的命吧，就是我觉得所以呢，他这个太太呢就有种自责，是什么感觉呢？说如果我就是坚决督促他去看医生，他可能也就看了，也不至于死，让我们变成个寡妇孤儿寡母的多不容易是不是不一定是生活艰难，关键心理上受不了，对不对？这么爱的一个人，活生生的有一天就离他们，永远的离开了他们。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情吧这个心结解开了一些而且凯西还说呢，他说在这个去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当时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说在这个见这个通灵师之前，他女儿就3岁了。你看从发病是满月的时候，现在已经3年多了就是前几个月，前几个月呢，他这个3岁的女儿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感觉到好像是他的往生的爸爸在轻轻拍的他的背或小屁股哄他入睡，就感觉那种感觉他是可真实了，所以他女儿也觉得也挺幸福感你看这爸爸还是很爱他的。这个通灵师就完了之后安慰这个凯西说呢，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去世的亡灵是不会反复的来到人世间去打扰的，也就是说
在阴间那个世界，你作为一个鬼魂灵魂，你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就随意的能够到人间给你传送什么讯息呀，或者给你干点啥，一般是做不到的啊。在那个世界有那个世界的法则，不是你想做啥就能做啥，要经过那边的神灵的同意和帮助，包括托梦你才能收到啊，就否则的话你都不能够两个世界进行沟通。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次他们见面也是应该经过了神灵的批准，他们才能够这样对话，是吧？他说除非很特别的时候才能传递一些简单的讯息，就经过帮助也传达的很简单，通常就是说我很好啊，你们放心啊，还有我很爱你们，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传送简单的讯息，要复杂的讯息一定有更深的缘故，比如说这个人被真的很冤枉的被谋杀了啊，他的灵魂不散啊，神灵也觉得这个实在看不过去，哎，我们允许你去给相关的重要，比如法官呐、什么人员传递讯息，将这个杀人犯给抓起来，对吧？哎，这个神灵帮助下，你才能去做这些事儿，传递这些讯息，否则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一个鬼魂能量不会那么大，哎，所以一般人也感受不到鬼魂啊。所以呢，这个通灵师就觉得，这个阿吹是一个内心非常慈善并且充满爱的人啊，所以呢，他是很爱你们的，在这个通灵师还在说哈，他说当时这个阿吹在去世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他在拖延的这个时间，也就是那面的使者已经来叫他了，必须要离开，但是他是依依不舍。通常很多去世的人都在等这个你的亲人的一句最后送行的话，都是可想而知哈。无论是长辈老人，还是什么车祸受伤之后，可能最终那一刻的时候，通常还是因为活着的人就看到就是这个病危临死之人，他那种痛苦挣扎呀，或者能量已经消耗光了，到最后舍不得离开，但是又很痛苦纠结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活着的亲人知道他肯定是没救了，是不能再活过来，所以通常在这种时候，亲人就会说没事，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还有的人直接说，妈，你没事，你就放心吧，你就走吧啊，我们都会好好的。也有人就会讲这样一个最后一个告别的话，所以阿吹当时也是在等待这句话。当时他太太凯西呢，看到丈夫在那挣扎恋恋不舍那个状态，医生就说肯定是不可能活的了，所以这个太太知道这种感觉，所以最后说没事的，你放心吧。就这个时候他才走了，所以给通灵师传递的当时他离开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通灵师也抓到了。真是就这么细腻的这种信息也传达出来了哈。对，很厉害哈。对，所以很多通灵师还是会了解到一个事件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图案呐，或者讯息啊。这个我们这位通灵师就很厉害一下就抓到了很多这个细节。这个讲到这儿的时候，他太太呢，凯西呢，那哽咽的点头，是，但是故事还没结束哈。最后这个通灵师，就突然就问，喂，通灵师一改刚才的那种表情哈，这个，你会不会认识一个在从事石油行业工作的一个人呢？凯西吓一跳，这个他都知道吗？就是阿吹知道吗？对呀，阿吹告诉通灵师的呀，说是有，但是呢，凯西也不瞒着，他对我挺好的，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正在准备给我求婚呢，
你看她前夫阿吹已经去世3年了，啊，已经算是不错了哈。完了之后有一个男人，哎，来向她追求，但是这个男人正是一位从事石油行业的人。阿吹还说了，通灵师感受到了，阿吹还说这个做石油行业的这个男的哈，其实真的挺爱你的。你看，这个灵魂关系到这一步了哈，他其实挺爱你的，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借这个通灵师的嘴哈，他就说，我是希望呢，你们呢能够和他一起哈，奔向幸福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凯西一听，哇，又一次眼泪哗就喷出来了，啊，哎呦，这个你看他这个前夫对他多好呀，就充满着这个博爱的心哈。这我觉得也是哈，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你就应该让她期望她过上好日子。那你去世了，就应该是不是她还算年轻的一个女人，就应该另外一个爱她的男人照顾她的后半辈子，不是挺好的吗？哎，所以阿吹完全想通了，自己在那个世界呢，是吧？无论多么想念，他是不能回到人世间的了。所以知道有这样一个男人爱他，阿吹其实也很安心。啊，说完这些之后，哎呀，他这个前妻哈，哎，凯西一下就觉得哇，心里坦然了，是吧？要不然就觉得又很忐忑，他要走了，我要不要再嫁？要不要再婚？还在矛盾。其实还要和他前夫这种爱哈，这份爱还没有放下，也得到这个前夫的这样一种祝福哈，最后说，哎，好了，我就勇敢的前行吧，奔向我新的人生幸福啊！哎，这个故事就差不多了，这是挺感动的，好温馨的一个故事。真的是很美好，很美好。是，真的就通过这样子的通灵师跟他前夫能够这样子的做一个沟通，让凯西也能释怀。不然他心里总有那个结。对呀，对，是。但是其实也就是说，她这个丈夫去世了嘛。其实活在人世间的人就觉得她在那面还好嘛。对。她在那面是一种什么状态？或者是他死了就完全消失了呢？就像他的尸体被烧掉，变成一把灰就没有了呢？结果不是，还能传达这么多的详细的讯息，对，真是很神了。而且还很关注他的妻子哈，对，还关注这些，对，又找了新的男朋友啊，而且对他挺好，而且做什么行业都知道，对，都知道，感觉一直都在陪伴着似的，就是这边有个提问哈，我觉得挺奇特的，就是那个通灵师通过拿到往生者他的一个就生前的一个物品，他就能跟他有能够对话，能够感知他的信息，是吧？是啊，这个通常就是一定要他随身佩戴的东西为最好，也就是至少是接触肉体的，或者经常带在身上的，就比较好，就有了他的生命讯息，这样。当然，这个首先通灵师要很通灵才行哈。是。对。所以我就记得呢，在过去有很多这个一些民间巫师哈，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有小孩子那个吓掉魂了是吧？被什么东西惊吓到了，完了之后高烧啊，不醒，就醒不过来，一直处于高烧状态。那么有些巫师呢，来帮这个孩子的话，就拿这个孩子的衣服站到屋顶上头，房顶外头，在那喊叫这个孩子，比如这个小孩子叫阿三吧，阿三，他不是说你的魂儿回来吧，不能这么叫，阿三回来吃饭，妈妈煮好饭了，等你吃饭。其实这个孩子就在他屋里发烧呢，叫的什么？叫的他的灵魂。他通过一些手段之后，还有的拿棍拍打呀等等的一些应该说是巫术的方法之后呢，他觉得这个灵魂回来了。通常这种巫师是知道这个灵魂有没有回来，他感觉到灵魂回来了之后，就把这个衣服呢就回屋之后盖在小孩头上，小孩通常一会儿就会醒来。所以就是拿他贴身的衣服。对，还有的呢说这个孩子躺在那儿醒不了，但是巫师呢离这个孩子的得病孩子的这个距离20公里，
你不能把这个发高烧的孩子给运来吧？啊，他们坐个车呢，就会拿这个孩子的衣服去找巫师，那么巫师呢，通过这个衣服，就给这个小孩子进行做法加持之后，通常这个小孩子就能够这个魂呢就能回来，就能得到帮助。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对，那师父啊，就是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哈，这个阿吹其实是通过这个通灵师表达了很多压在心里想要说的话对呀，对，就是真的怎么感觉到底是阿吹把通灵师约出来的，还是凯西把他约出来的呢？这是个挺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他俩人的事儿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能给通灵师去做预约的话，应该不是鬼魂，肯定是活在世上的这个凯西，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通灵师这一会儿来见凯西，这个活生生的理发师，这个灵魂这一会儿也能给他叫来吗？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叫做法术界做法术的人巫师来讲的话呢，所以这个我们这位通灵师泰勒他的法力还是很高强的，也就是这个灵魂来说，几乎叫谁谁得来，这个是不简单的。所以就是在世界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和使命那他就叫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来。当然并且说，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嘛，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当有这个通灵师来给他们做这种来进行沟通的话呢，这个灵魂也巴不得凑过来说，我正想跟我太太多做些沟通，正需要这么一个灵媒来进行沟通，彼此都放心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应该还是这个凯西太太约的，但是呢，这个灵魂呢非常乐意来一起赴约。对，就是他的情感就通过灵媒表达了对对方的爱对和关怀，也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道别吧，是吧，师父？就是这样说完以后，凯西也释怀了，可以开启新的人生。对，可能阿吹也可以去迈向他的下一个人生了那当然了。对，他俩都解脱了。对，就明白了。说你去走你下一段路程，就彼此都是这么想的。也就放下了。对，真的挺好。感恩师父。挺好的个故事有点像人鬼情未了还真是。是，真挺好。咱们听下一个故事吧。那下一个故事之前呢，我们插播一段小广告，是吧？太好了。对，咱们很少插播广告对。但是这个广告特别的重要。是的。你看我有的时候呢，上这个 YouTube 上头去听一些别人讲故事什么之类，说书啥的，人家就说你也想听我那个讲故事请你打开小铃铛。对，我也想帮他打开小铃铛，他下次播的时候通知我我去听人家讲，因为有个人讲故事可好玩了。我就一直找不到在哪找他小铃铛你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啊，师父。前2次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有我们的网友就留言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早通知我呀。对。咱们直播的时候我怎么没收到讯息咱们说一说好吧。好的，师父。来吧。对，其实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呢就是订阅我们网友的这个粉丝我们先到这个 YouTube 我们的主页平台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的主页那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订阅的这么一个 button 一个可以点击的。那没有订阅的粉丝呢，我们就先点订阅我们点击一下，我们就成为了金菩提宗师的粉丝。将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跟着师父一起学习，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快乐的很多的知识和智慧点击订阅，它就显示已订阅。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我们要再点击一下已订阅。这个点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下拉键，我们看到有一个实心的铃铛，上面是所有通知，还有一个空心的铃铛是个人化通知。我们要把实心的铃铛点个勾，点所有通知。这个打勾之后，点完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频道再回到我们频道，你能看到的呢，就是已订阅旁边有一个实心的小铃铛。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铃铛已经正式开启了。
那下次直播的时候能不能收到就能收提前的到了。提前的通知？能收到吗？能收到了，哦每一次我们有新内容的时候，对我们网友都能及时收到。对，这样就不容易错过了。是，对包括影片的发布直播都原来会提是点这个前通实心的知。小铃铛，点实心小铃铛、是啊已经订阅的网友呢，你可能一上去看，哎，我已经订阅了，你也要打开去把实心的小铃铛点一下。哎，好，这个大家就会了吧？哈，会了。哎，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讲这么清楚哈。对，你看我都不会点呢，比我老的更不会点啊，比我年轻的也不会。是我们网友都急，说师傅直播我怎么没跟上呢？我要跟师傅同步。这个早就应该讲一讲，因因为我们现在很少讲，你上来有什么分享、订阅、点小铃铛，对不对？对，人家很多讲这些内容的都会讲这个点小铃铛啊。是。主要就是能够就是及时的收到通知嘛，这样子不容易错过师傅最新的内容。对，好，大家现在用手机、用电脑的都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你是不是实心的那个所有通知这个小铃铛。好的。那下面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灵魂托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有点有趣哈，叫“请跟我来”。我有点怕的。毛骨悚然。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这是一位网友给我们写的来信，这个网友是叫意林，来自马来西亚。他说：“师父好，我的丈夫在49岁时突然往生，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从来没有真正吵过架。可惜呢，丈夫离开得太早，他是家中的顶梁柱，无论经济还是生活，我们几乎一切都依靠着他。我们育有3个女儿，她的离开让我一下子失去了精神依靠。丈夫去世之后呢，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急转直下。以前我的身体很健康，可是丈夫走了之后，我的后脑勺常常发热发胀，心里总有股无名的火，还常常生出不想活的念头，陷入深深的抑郁。丈夫刚往生的那一年，我几乎天天都会梦到他。在梦里，他依然牵挂着我，看着我，告诉我不能再去找其他的人。他还跟我说：“你跟我来吧，我这里很好的，不用吃苦，也不用干活，你会生活得非常的舒服。”梦中呢，我潜意识知道跟往生的人去是不好的，但是因为丈夫这样叫我很多次，所以有一次我在梦中真的跟着他去了。跟着他去看到的场景呢，非常的破败不堪，房子只有3面墙，没有门，厨房也只有一半，另一半是空的。窗户上贴着破旧的塑料纸，随风摇摆，屋里连灯都没有，一片漆黑。梦里的他身上穿的是破旧的衣服，看起来很不干净。我知道那是不好的地方，所以不愿意再随他去了。但是呢，每次我梦到丈夫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身体都会变得很无力，接着还会发生一些破财的事情。后来我的女儿来菩提禅修做义工，她非常喜欢来禅堂，就把我也带来了。我来到禅堂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跟着师父学习之后呢，才明白我们应该要超度往生的亲人，让他们能够去到好的地方。之前丈夫往生后，我们就为他烧了1次纸钱，再也没有祭拜过。想想他在梦里带我去的地方破旧不堪，一定过得不好。所以呢，之后我每逢重要的节日，例如丈夫的忌日盂兰盆节，还有清明节，我们都会为他在菩提禅修供灯超荐。渐渐的，我发现梦见丈夫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偶尔梦到的时候，他衣着整齐，也再也不会劝我说去陪他。我继续每年为他供灯，3年后，我1年只会梦到他，而且梦中的他衣着光鲜，神情安乐，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让我看看他很好，然后转身离去。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丈夫了。我相信这是佛菩萨的慈悲接引，让他去了光明美好的地方，而我的心也终于安定，放下了这段和丈夫的姻缘。
来到禅堂之后呢，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了。我曾经有几十年的肠胃疾病，饭量不到成年人的1/3，走路不到5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非常的虚弱。第一次去禅堂，给我放师父的能量加持音乐，我竟然奇迹般的进入了辟谷状态。之后我接连上了健身班、念佛班，学习拔罐内功，每天认真修炼，每次上课我都会辟谷。在禅堂修行仅仅1年以后，困扰我几十年的肠胃疾病就完全康复了。现在我每天在禅堂做义工，打扫卫生，服务他人，还会帮忙做翻译，生活变得非常的充实。学习师父的开示时，师父幽默的话语让我常常忍不住笑出来，觉得既有趣又浅显易懂。跟随师父修行10几年了，还是像第一天一样快乐的幸福的。我无比感恩师父，不仅让我重获健康，也让我的家人有机会继续修行，延续生命。感恩师父。这个还也不太一样哈。对，不太一样的一个有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师父。对，就是之前那个泰勒帮助的这个凯西，就是她的丈夫阿吹就让她说，哎，你要放下我，你跟着这个新的那个未婚夫好好的去生活。对但是我们这个师姐呢就有点不一样，她丈夫是让她跟着她走，请跟我来，请跟我来，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这儿挺好的，又不用干活，然后活得又舒服。对，我这特别好，你来吧。是，但是她说有一次跟了之后呢，就发现，哎，其实并没有丈夫说的那么美好。对，这不骗婚吗？是，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啊，师傅？丈夫说的那么好，可是其实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破破烂烂的。这些都是业力。他等于说那个谎也好，就骗他让他去也好，我觉得哈，这个老公是爱她的，这个爱是爱和爱的那种差别就差一点儿，但是结果的表现就差很多。就是说我不能失去你，我也必须要得到你，我得不到你，谁也别想得到，对不对？就是说无论在人间我得到你，我死了又把你弄去。对，我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对，也是这个人的，这个丈夫的业力重，但是太太的业力更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他太太命硬哈，就是梦到几个什么画面就过去了，对，也是命不够硬，也是功德也不够大啊，就是自己的那个基础不够坚实哈，所以呢，这个老公呢，这个走了之后。在梦中总来骚扰他去，对，因为你看嘛哈，前面这个美国通灵师怎么说的呢？这个死的这个亡灵哈，是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个在世的亲人的，是，对吧？你接触太多了之后，本来他在那边也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这很多次来梦中来骚扰他的时候，也是经过那么的一些鬼神批准的。那为什么批准他这种错误行为呢？那位人认为说他该被骚扰，就这师姐哈，就是他这个太太，就是他该被骚扰。但是该被骚扰就有可能说他被带走，还真是，他会有这种可能性。对，是这样的。对，但是幸亏哈，他在这个时候也遇到了我们。是，对，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儿，才有了改变呢？就是她为丈夫祭祀做功德，点灯之后，她才发现她慢慢就不再梦到她丈夫这个情况了。她每年都做，连续做，对，然后才慢慢不梦到了。你说这种事儿吧哈，比如说你家谁家都，只要是人，早晚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对，谁家出了这种事儿之后，有的人是不在乎的。那么过后之后，除了伤心、难过、思念，这一定的，要不然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但是也不能总是被骚扰，而且说还带有欺骗性的，我那特别好，你就跟我来吧。那跟你去的地方不就是一个阴间吗？是，那是死亡之后的一个世界，对不对？他还带他去，但是我听说过很多起给我描述故事的时候，
尤其是有点年龄大的老人，比如说这个死的人嘛，比如说78岁，他太太呢68岁，总是太太梦到说他总要带我走，师父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呢，你们的爱情的故事怎么延续写，还由你自己决定。他说我才不去，太恐怖了。老太太这么说，我说那你就多念佛，多做功德，你身上这个能量充足哈，不该去世，他就拉不了你走。你的身上的元气都没有了，没有佛光普照，所以都剩下这个没有阳光，没有这种真正热的能量的话，他就把你容易带走。理解了。就简单医学来说，就是你多做功德就好了，对，你的能量就足起来了。很重要啊。这个能量功德哈，和你去健身房啊，或者打拳啊、练武啊、什么举重啊那些没有丝毫关系，这是功德。就是一个人要死亡哈，就大家你仔细想一想，真正一个人死亡，不是说你的表面上你的身体已经虚弱的不能站立才死的，当然这种虚弱的身体也是很危险，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死亡的也有很多是身体本身是健壮的，因为健壮的身体，比如说你自杀，或者撞车，是吧？或者是某种被伤害，还有突然之间看着挺壮的这个脑出血，那很多脑出血的人也是又高又大的，对，也一样，咣当一下就死了。脑出血一来，只要倒到地上，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倒地上了，那就死了。所以很多的死亡与你这个表面的肉体的健康没有太多的关系。是说真的。做功德最重要。对，是这个功德来决定了你的寿命。你看很多老太太看着拄这个小拐杖是吧？弯这个腰，驼这个背，瘦瘦的，你就感觉一阵大风来能把它吹跑了。但是人愣能活到100岁，这个很厉害，就是对不对？很多壮如牛的人，脑一出血，咣当倒那就死了，年轻就走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功德加寿命。对，而不是表面的肉体的强壮度。感恩师父。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挺重要的信息哈，师父，就是他们2个人啊，虽然相爱，但是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妻子不懂吧。老公走了之后呢，就给他烧了1次纸。是。这么样啊？就烧了1次纸，可能我估计就是头七啊什么的，就烧了纸了就完事儿了。那我听他说他那个故事中，他们夫妻不是挺恩爱的吗？是，确实是恩爱。那为啥才烧1次纸啊？我觉得他是不懂。那还真是没有文化真害人呢。确实是，所以要学习啊。所以是不是那个老公给他托梦也是想寻求他的帮助啊？因为你看他住的那么惨。对，其实是这样的哈，一个普通的人，你活着的时候其实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儿，对不对？其实死的时候很多人也没有一起烧很多钱。还有一个，我们说回到阴间世界哈，比如说一个人活生生人死了这个时候吧，拉过去就是个鬼魂，对不对？其实你要想少挨揍，你得花钱。少挨饿花钱。对。少被管制修理要花钱。也就是你死的时候，如果是烧的话，烧的时候扔的那点钱哈，光打发那边的差人，就是政府官员，已经都花光了。等花光了之后，说少挨揍，但是没饭吃啊。太可怜了，没人搭理啊。又没屋住，又没有衣穿，又没有食物。是。因为太太不懂这些啊，就这么饿得要死。太太在那整天啃着肯德基是吧？还有抹着眼泪。说老公，我太想你了，我再吃个鸡腿吧，就是这样子。他说你老公才那么挨饿，闻着那个肯德基的味儿直生气，对不对？他没钱呢，你又不懂，对不对？传递信息你收不到，对不对？你给我烧些钱来啊！对。所以从历史从古代就传下来这个风俗，对不对？就说明他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你就应该给他烧点钱。你真爱他，不管能不能收到。我曾经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的时候，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个男青年不懂得，大夏天身体倍儿棒，就是21岁多少，就是很年轻那个是黄河的一个支流
那个地方那个水啊，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坝，上头有闸口啊，所以使得它积水的这个地方就特别深，至少有50米深，啊，青海那个都是冰雪融化的水啊，所以在那个水里头的温度，就是水1米以下的温度哈，可能就是0上5度，就只要是能流动就算了，就是这样子，所以非常的寒冷。等它一下跳下去之后，就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没上来。等再找到它是20多公里之下的下游，已经就是尸体了，而且身体被磕坏了很多地方。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他爸妈是多么爱这个孩子的呢？他爸妈可能存了有3000块钱人民币，一共3000块钱人民币，他也不懂得弄些烧纸的冥界的那个币，对不对？哎，他就把这3000块钱人民币哈，就一把把这样搓开了，就往那个河里扔，哇！而且一边扔一边喊：“儿子啊，给你有钱花！”哭啊！哎呀，妈妈都快疯了，那头发都是立起来的，可悲惨那个样子。这个方法他也不一定能收到那个钱哈，因为这是人民币，这是现在在人间政府发行的，他一定要弄阴间币，要冥币才可以，对吧？是阎王爷发行的才可以，对，要这样子啊。所以我先说这个情谊来说哈，这才叫真情谊。这个妈妈疼儿子这个事儿这假不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懂啊，就扔现金，哎，但是最正宗的方法呢，你要祭祀他，第一个一定离不开纸钱，就是黄标纸砸出来那个钱。现在还有很多机构也挺好的哈，印刷出冥界的钱。对，我看那数可大，很大面额的。我说如果这是真钱的话，太开心了，是吧？是吧？是。你看我们去年给我们网友烧的那个钱呢，多少钱呢？那最小的票面哈，一个票面印着就10亿美金，一张纸上印着10亿美金，哇，看着很痛快。咱那往生的亲人开心极了，收了这么多钱。那票数都是那么大的，我们一烧一个人烧那么大一摞。对，还有好多金元宝、银元宝，就是超级富豪。我们烧了很多别墅，还对，哎，对，所以这个呢，在那面的人哈，你烧那个钱少了，去了之后，他打点那个世界上那样的众生，早就钱就耗光了，不够的，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这位同修的这个丈夫托梦呢，其实因为在那边贫穷了，受苦了，其实一直在发这个来救急的讯息，师姐不懂，解读不了，对不对？最后来到禅堂，我们解读了之后，给他指了条明路，这样他后来梦到的内容就改了吧？是，就不再叫他去了，是吧？是，就是穿的也好一点了，然后还有就是之后就琐碎就不再梦到了。对，所以这个不再梦到他，慢慢就不再梦到他，反而是好的。是，总是纠缠在梦中啊，会出问题的。连续纠缠在梦中和去世的人在一起的话，容易离开这个人世啊，对，是很危险的哈。哎，所以你说有这个去世的亲人，还有去世的就算你的好朋友哈，一直来叫你说去，这个时候你赶快要做功德。哎，我们的网友朋友说你不相信我的话是可以的，那你离开这个世间就很快了。按倒计时哈，不会超过150天吧，就非常快了哈，不会超过半年就能过去了就，啊，所以就怕往生的亲人来叫你一起走，这是最恐怖的事情，对，而且最容易走，这个时候也给大家传达的一个知识哈，如果经常你梦到了几次，有的人叫一次就走了。尤其是你的亲人长辈来叫你走吧，孩子，到这边来吧，这边好，我要不然先带你参观一下，在梦中，就怕这个做梦一次，这叫危险警示，就像病危通知书一样，知道吗？如果1个月以内梦见了3、5次，哎呀，如果不用方法来解救的话，就是150天以内。所以你呢，该嘱咐安排他后事，赶快安排，不管你身体有多壮。如果要不然，就听我一句劝，赶快去进行祭祀，祭祀祭典，是吧？更好的
还要请佛菩萨超度他，接引他，这样他才能够在那个世界得到这种你出的钱出的力给他超度了，对不对？他就不来叫你来了。否则就是像我们家乡就是说，比如他老婆死了，思念老公来叫来了，梦中叫3次，老公就得跟着走，就是这样的，谁都拦不住的，一生拦不住，没用的。所以只有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为什么去感恩佛菩萨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甚至是我们连烧纸钱都不管用的时候，在佛菩萨那儿进行祈请祷告，对不对？之后呢，佛菩萨帮着咱们搭救我们已经往生的亲人，不要在地狱受苦，把他送向极乐世界。你这个梦到他的人被叫着走的人，通常就放下了，就不会再叫你走了。就这样，你要做这份功德。按照地藏经来说的话，做功德出钱出力的这个人的话，你自己会得到6/7的这个福德功德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被保佑了。他之前白叫了，没用了，你就保住你的命了。我们也不绕弯子的话，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好吧。所以祭祀和这个做功德供灯还是有区别的哈，师父。对。对，是。那个祭祀祭祀，你看祭祀烧的都是啥呀？纸钱、衣服、房子、什么用品、生活用品，甚至说金条，对，是吧？还有人烧手机，各种各样的钱，像台湾的大哥大死了之后，还烧了个冲锋枪，对，还有车子。但我告诉你这些都叫生活用品。你祭祀烧的这些东西叫生活类用品，而我们呢，在佛那里去做功德的呢，那等于是在超度他呀。让你从根本上进行移民，从地狱移民到天堂，移民到极乐世界。它的差异太大了。我们祈请佛菩萨的，就让你往生天国，极乐世界，对吧？你烧的那个纸只是满足了他的在阴间的生活需求，对，是这样。他可能有很多衣服，可能有几套房子，可能存了一摞钱，对不对？但是你还是在地狱。明白了。你并没有在这个极乐世界。所以在地狱呢，就属于幽冥众生是见不得光的，就是其实就说的鬼呀。那到了极乐世界呢，它是什么？你们俩猜猜看。到了极乐世界，它算是哪类生命呢？天神。对，它就是永恒的。最少都是神灵。而且到了极乐世界，它的级别呢，比天神中最高的天神还要高。是与天同寿与日月同辉是这样的。那才是真正极乐世界的。是。永远的在那儿享受永恒的美好。对。是这样，所以完全性质不一样所以我们烧纸钱烧房子烧汽车呀，这些生活的需求，你在满足你亲人的生活需求对，只有去点灯祈福或者是直接念经超度，才是改变了他从地狱中的移民和解脱呀。对，这太重要了。对，这个性质太有差别了。但其实两者呢都很重要师父。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咱们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往生的亲人能上去所以要持续给他们供灯，还要持续给他们祭祀，每一年都要去做，对吧，师父？最好是这样最好是这样，这样他们不管在哪儿都生活很富足，然后还不断的往上提升。对，之前我们在温华呢遇到一位师姐呢，其实她家挺富有的。对吧？他光他的那家房子就值1000万左右，对不对？那可是呢，他也是他妈他爸去世，2个老人去世之后，他总共点了1盏灯，连他祖宗一块都写上了，对不对？其实不是说他舍不得花这个钱，是他不知道这个厉害性，对不对？说我怀念亲人，还用这种，比如说烧纸怀念祭祀点灯来安慰他的往生的亲人，对不对？或者帮助他往生的亲人，就不懂，就全家人祖宗8辈才点了1盏小灯，他长了2个小时就没了，所以他成天就撞车，走路都摔跤，对不对？不是腿脚不好的问题，就是他的祖先都不是鬼他的祖先那个灵魂就蒙住他的双眼，就让你撞死你算了，就是这样的。但是他
经过我们给他讲了之后，他做了这些功德祭祀呢，哎，他就不一样了，对，他感觉可有精神了，因为腿可有弹性有力的哈，脸上都就不发光摔跤了，那气色就变得很美丽，是，对，就好了，好运气就来了。哎，真是啊，真的是要感恩师父啊。嗯，那所以呢，也是要跟我们网友哈再次介绍哈，非常感恩师父慈悲。今年呢，在我们这个菩提禅修学院网上哈，不光有供灯哈，可以超度祖先这样的功德项目，我们还第一次为大家提供了全球网友都可以来为祖先做祭祀啊，这样子的功德啊。那我们呢，其实师父非常的慈悲，你看哈，就三种不同的级别。第一种呢，就是银宝山哈，给祖先送去一座银山呐哈，那真的是能够在那边生活很富有，只要28美金。第二级别呢，就是金宝山，就是一座金山哈，再加很多很多其他的美好的佛经啊这样莲花呀。那第三级别呢，就是金山加银山哈，一共才58美金。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哈，但是光听前2个故事，我们就知道灵魂是真真实实活生生的存在的，是他们在那边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而且是就像我们在人间要花钱，他们也需要每年都要有钱花，他们的来源就是我们后代去为他们去烧这些纸钱。那现在在大城市其实烧纸都很不容易了啊，很多人因为不容易可能就不做了啊。那不做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往生的亲人他们过得不好，那我们在世的也不会过好。对，他们在那边受苦、挨打、是挨饿、寒冷，哎，那他的亲人哈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开始出问题了，对，各种灾难就来了。是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感恩师父哈，让我们就花一点小钱，尽这么小小的一份心意，让我们往生的亲人都能够得到巨大的财富，能够这一年都开开心心的哈，住上大房子哈，有富足的这个钱财啊，对，真的是这样。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超荐灯哈，超荐灯也是只要18美金啊，就可以为我们的往生的父母啊、历代祖先呐、冤亲债主啊、英灵啊，都可以为他们点灯。是。那我们需要更大的功德去解冤释结的，我们就多点几盏。哎，抓紧这个机会，尤其是地藏王菩萨哈，也是大慈大悲，把地狱之门打开，他们都等着我们去解救他们。那我们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好的平台去做这样的功德。对，就在7月份的时候做这样的功德呢，就很有效。就是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哈，将地狱之门打开，就是还是容易拯救的。哎，所以的话，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去超度亲人哈，能够再供养佛法僧哈，供养佛菩萨的话，这功德可就大了。那咱们往生的亲人，包括在世的亲人呢，就一定能够峰回路转哈，如意吉祥哈，就得到我们心中那种期盼啊。对，该升华的升华，该解脱的解脱啊，该吉祥顺利的就会得到吉祥顺利。真好，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其实有很多网友们呢，也有开始做这个盂兰盆节祭祀啊，还有包括供灯的功德。那也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写信，就是报告一些好消息。那我现在先给师父和网友们念其中一个吧。就是有一位网友留言呢，他说：“师父好，8月10号周日，我就在网络直播中有听到师父开示，为已故的亲人供超荐灯，能够帮助他们得佛力加持。我立刻就为长辈们在盂兰盆节供灯超荐，就是在我们菩提学院网站上为他们报名了这个功德项目。那没想到呢，仅仅过了2天，就8月12号周二的清晨6点多。”我就梦见了我的姥姥，她满脸笑容，神情慈祥，她的眼睛里闪着光，在一座宽敞明亮的大屋子里，屋子里的灯光还温暖柔和，红润的地毯庄严喜庆，上面还绣着暗花。姥姥正与大家热闹欢聚，笑声盈盈。随后她走到我的面前，温和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我心里无比的感动，感恩师父给我们供灯和做功德的机会，让往生的亲人立即受益。
真好，真好，真好。刚做了功德，就看到姥姥住在了大房子里面，开开心心的。对，而且姥姥还对他说是你送给我的，是姥姥都知道，姥姥都知道。哎呀，真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个做功德的机会。对，就是我们的佛菩萨，通常就是说去普度众生，佛说了嘛哈，在经典里就说了，要普度各类的众生。什么湿生、卵生、胎生、化生等等的，这里头包含了宇宙中几乎所有种类的生命，但是一定也包含着去世的亡灵、鬼魂，甚至天界一些神灵地球上的一些神灵、妖魔鬼怪一起去普度就让他们脱离地狱不再受苦。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所以呢，我们都是用比较低的一个价钱呢，就是给大家来结这个缘，希望能咱们这些亲人往生的亲人，就是能够得到佛菩萨直接的这个加持脱离地狱，往生东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往生天国就永远享福，不再受苦。所以呢，我们把这种美好的慈悲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呢不会因为经济数字的问题成为障碍。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给就是刚才分享这2个故事的一位是意林还有一个叫周安，我们给他们送个礼物好吗？好，我们给刚才这一位这是马来西亚的意林同修送你一个呢，这是一个奇特的木头做的这个是叫崖柏木。这个崖柏呢，就是一种长寿的，像龙一样的柏但是在野山里长的像300年呢，才像擀面杖那么粗，它就生命力极强，非常长寿让它来做成的这个金刚杵呢，就更能够有辟邪的这个效果好，这个送给你，祝你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接下来是网友周安，就刚刚分享那个他给梦见姥姥供灯姥姥就有大房子了。好的，好，那给这个网友周安呢，送这个一个漂亮的黄色的小手串对，这个黄色的这种宝石呢，也是能够辟邪能够让你吉祥如意，遇难成祥谢谢。收到，感恩师父。好的，那师父，我们刚才呢，就是第一个故事是这个往生的前夫通过通灵者，来跟这个在世的妻子沟通是。第二个故事呢，是往生的丈夫呢，通过这个梦境来跟妻子沟通。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与动物相关的灵魂现象。对，所以我想跟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个真实的在美国加州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给它起名叫《与妈妈的约定》。对，那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那这位母亲呢，她心地非常的善良，也很单纯。她呢，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份工作，就是为了把她的一对女儿养大成人。后来女儿们长大了，母亲呢年纪也大了。母亲年迈之后呢，就患上了这个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其实就是一种心脏病有4、5次呢，母亲呢都因为心脏病发作呢而进了急诊，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其中有一次呢，母亲心脏病发作，非常虚弱就进了叫了911，进了急救车。这个时候呢，小女儿陪在母亲的身边，她呢就轻轻地搂着妈妈，就跟妈妈说妈妈呀，未来有一天如果你去了天堂，你能不能给我送来一只红衣主教鸟作为一种信号，让我知道你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妈妈呢听了女儿这么说，妈妈其实非常理解女儿的心意。这个红衣主教鸟它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红色的小麻雀一样的它是在美洲常见的一种鸟，但是这种鸟呢只会生活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
对，是美国的中部和东部。那这2个女儿，她们的家呢是在加州，是在美国的西海岸，所以西海岸是不会出现红衣主教鸟的。那女儿对妈妈有这样的约定的时候，妈妈是知道的。当她看到这种就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的鸟的时候，她知道这一定是神奇的事情，一定是妈妈送来的信号。后来呢，没过多久呢，这位母亲呢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也是90多岁哈，高龄。那在母亲葬礼后的第2天呢，这个2个女儿啊和他们的丈夫啊、孩子啊，全家人呐就都坐在一起哈，就一起在回忆着和母亲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想念妈妈嘛。那他们回忆的时候呢，就想着说，哎呀，我们一起来玩母亲生前最喜欢玩的一种纸牌游戏吧。大家就一起开始打纸牌游戏了。打着打着呢，这个妹妹啊，她就突然呢，她就自言自语的在说，其实我和妈妈在妈妈生前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就是如果妈妈未来去了天堂，给我送一只红衣主教鸟，算是一个信号啊，告诉我她一切都好。那妹妹说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她不确定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但是很有趣，就在她说的时候呢，她突然听到呢窗户砰砰砰的有响声啊！哎，他们就说这是谁在敲窗户？一般来人都是会敲门的嘛。然后全家人就都跑到窗户跟前去看。哦，一看呐，窗台上啊站着一只红衣主教鸟。哎呀，这个妹妹和姐姐看到的这个刹那间啊，就热泪盈眶啊！这个泪水啊，是感动的泪水，也是思念的泪水。他们看着鸟就说妈妈妈妈，就开始叫啊。因为刚在说到和妈妈的约定嘛哈，然后他们就轻轻地把门打开，生怕把这个鸟给吓跑了。他们就出去，哎呀，其实走到鸟跟前，鸟呢都一动不动的，就是一点没有怕生人的感觉。按理说这是一只野生的小鸟哈，碰见人应该是飞走，没有，它很安静地站在那里。那妹妹呢就把这个鸟啊，轻轻地用2个手啊把它捧回家。回到家里呢，家中的这个宠物狗狗啊，看见捧了一只鸟回来，还上去闻一闻，但是也没有叫，也没有去追赶呐，或者是去做任何其他的不正常的一些动作哈。就是狗狗的反应也很奇怪。然后妹妹和姐姐把鸟捧回家以后啊，2个人都特别的激动哈，觉得这一定是妈妈。全家人呐，就是包括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每个人轮流都把鸟放在手中，然后去轻轻地抚摸它，然后还像在跟妈妈讲话一样，在跟她对话啊。就这样足足有10来分钟啊，家人觉得说，哎呀，我们跟妈妈已经表达完了我们的这个思念之情了，我们就把这个鸟放回到大自然吧。他们就走到外面，到院子中去了。到院子中去呢，要把这个鸟放走的时候，2个人啊就把它轻轻地捧在手上，要放飞它。可是这个鸟啊，刚一飞出去，扇了扇翅膀，马上又飞回了妹妹的这个肩膀上，又停在了她的肩上啊！你看，然后哎呀，妹妹就哎呀，这个心里就说妈妈妈妈又回来了。她知道是妈妈不舍得走啊，在她的肩上停留啊，又在她的心口停留，后来也在姐姐的胸口也停留啊！你看，一只野生的红衣主教鸟哈，就跟他们有这样子的，哎呀，这样子的沟通和交流。是。后来呢，他们把它放到了这个一个树枝的树杈上，鸟儿呢等了好几分钟之后，才展翅飞走了啊！哎呀，这个家人们呢，他们都相信这是母亲来给他们最后的道别，也是传递着母亲的思念和爱。对，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在网上其实是有一段真实的视频的，我们可以播放一下，师父。好吧。对，这个视频当时有很多人看，在下面都留言，然后也都说往生的亲人走的时候有看到红衣主教鸟回来报信。你看他不想走，飞走，推他都不走。对，就是不走，妈妈说我还不想走，我舍不得你们。你看，就是不走。最后就要放飞它，你看又回来。哇，这个太感人了。妹妹说：“哎呀，这真是妈妈回来了啊！哎呦，真是。”对，他真的，他就叫妈妈妈妈，他就这么叫，他这个声音没有放出来，但是他实际上在影片里是这样子的。哦哟，真是。其实足足有好多分钟的，整个后来和姐姐啊，还有和这个小鸟之间的这样
很感人，是好温馨哦，真的。哎，师父，你说是不是妈妈的灵魂就附着在这个红衣主教鸟，还是妈妈变成鸟了呢？对，然后来，我觉得应该是附着在这个鸟，这个鸟是真的有，这个鸟并不是虚幻的。对，他就借助了这个鸟啊，因为他之前有这么个约定嘛，记得他说当地没有这个鸟，是，对，看不到，是，可是这个时候来了这么只鸟，而且赶不走，对，从鸟类来说哈。因为鸟类不是那种猛兽哈，对，所以它很防范其他动物的，对，所以这个赶都赶不走，对，所以没别的解释，只能是他妈妈来看的，是，对，这个没法说谎的，和他俩这么亲，太不可思议了，那师父呀，就是当往生的亲人用这样的信息来给就是在世的亲人来传递的时候，是不是预示着往生的人他们去到了好的地方呢？对，像他这个约定哈，是妈妈是和女儿之间这么说的。如果他去了好地方，因为他们信基督教之类的哈，西方宗教说，如果你要去天堂的话呢，那你应该回来，变成一个什么，是吧？就这红衣主教鸟，你给我送一只小鸟回来，告诉我。对，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妈妈是去了个好地方，之后他的愿望达成了，他就会用这个他们曾经说过的这个鸟，来回访他的2个女儿，对，让他们放心嘛，妈妈去了天堂了，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很神奇又感人。是，就是灵魂，这是与灵魂有约，与灵魂的约定哈，很感人，是。好，那再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另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来自中国的湖南，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名字叫王展，是在他婚礼现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他的一段视频，给大家看看哈。这是一个婚礼。前几天跟他信息说，如果你想来参加，就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让我们掌声再送给他好不好？鼓励一下。真的一只蝴蝶落在他的心口啊！是，你看他那个情绪非常的激动，他还讲到他的外婆哈。那这段故事是怎么样发生啊？我给网友们再说一下。好，就是这个湖南的这个小伙子王展呢，他就是从小就跟外婆感情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从小就是外婆带他长大的嘛。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王展29岁的那一年呢，他外婆有一天就是突然间呼吸困难进了医院，然后呢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外婆有恶性的肺部肿瘤，而且那时候已经是晚期了。那医生都告诉他们家人，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是这种病情啊，这种情况，可能老人家的时间也不长了。然后他们全家也都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在那个外婆就是去世前的那几个月里呢，他们也是一直陪伴着外婆嘛。然后这个外婆呢，就是有告诉他们，其实我这一生啊，还是算是挺圆满的。但是我唯一遗憾的是，我有可能就参加不了我这个宝贝孙子的婚礼了。就是外婆有给他们说过有这个遗憾。然后后来呢，真的就是还没等到这个王展结婚，这个外婆就去世了。但是这个王展呢，就一直非常的思念了他这个外婆，他甚至呢，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他外婆生前的手机发信息，就像外婆还在一样。当然他也得不到回应了，但是这是他表达思念的方式。他会问外婆你还好吗？外婆我很想你。然后到后来呢，王展结婚的前1周，他又在想外婆了嘛，然后又给外婆发了一个信息说，外婆，如果你想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可以变成一只蝴蝶飞到我的肩膀上吗？这样我就知道是您来了。如果来了，您一定要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我们都好想你。然后在婚礼上呢，王展就是像平时一样，就是新郎到台上去发言嘛。然后他本来呢也没有打算要提起外婆，因为这是他心里就是非常难过的一个点嘛。他怕到时候他讲着讲着情绪就控制不住。
对，但是呢，他在发言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看见，哎，前面真的飞来了一只白色的蝴蝶，哎，一直在他旁边飘来飘去，哎，然后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开始讲起了他的外婆和外婆的约定，和外婆的约定，然后就讲当时候呢还有发生一个插曲，就是他的父亲呢本来就伸手想要去抓住这只蝴蝶，因为就太巧了嘛，然后蝴蝶飞走了，大家就觉得蝴蝶飞走应该不会来的一只蝴蝶，对，应该不会再回来。但是呢，就在王展在台上就讲起他外婆，讲到这一句，就变成蝴蝶来看我吧这句话的时候，这只蝴蝶呢就绕了一圈，落在了他的心口上，他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就知道一定是外婆就来找他，来看他，给他送祝福。对，来送祝福，就是完成他生前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心愿，就是来看他参加他的婚礼。对，他现在以这种方式附着到蝴蝶身上，就也是有来参加。哎，好，真好哈，好感动，就是虽然是很伤感，但是也是很温馨啊哈，就是不能以人的形式来，但作为灵魂还是能够用蝴蝶来代表自己参加婚礼啊。中国古典那个文章《梁山伯与祝英台》，朱丽叶不是梁山台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画成蝴蝶嘛，是吧？是，对，所以这个化蝶这个事儿不是现在，从在古代了。是吧？那个古代据说那个庄子还曾经说我要化成蝴蝶，是吧？对，也有这个说法哈。但是说灵魂去记住蝴蝶这个形象哈，可能更容易融合到一起。所以灵魂去变成蝴蝶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相对容易，它附着浮在鸟身上更容易。是，好像都是飞行的这一些动物。我记得小时候其实长辈也有说，就是如果家里呢来那种飞蛾，就是你不能赶走，因为他们可能是就是去世的亲人啊，亡灵回来看你。是，对，我那个表哥曾经我记得就是我那个舅母就说的哈，就是他10几岁的时候，正好的也是祭祀他的爷爷，也是我的姥爷，在那个时候呢去上坟，上坟前的时候说哈，一看到旁边有一些蝴蝶，有一些蝴蝶在飞，他妈呢就给儿子开玩笑，就说儿子啊，将来看你呢能不能找到个老婆，如果能找到老婆呢，祖先显灵呢，就一只蝴蝶，但是呢，如果飞来是漂亮的蝴蝶呢，你将来找个漂亮的老婆，是吧？若不然呢，就接着飞来了个黑蝴蝶。结果我那表嫂又粗又壮，又黑又胖啊，应验了，应验了。而且当时哈，就是一下就落到他肩膀上，也是哈，就是黑蝴蝶。还真是祖先显灵。对。长大之后，介绍几个皮肤白的对象都谈不成，找个黑老婆。结果遇上个最黑的，他就谈成了。早就预定了。对，这很好玩，就是真的。太奇妙了。其实我印象中，我们网友中也有，就是他们往生的亲人画蝴蝶回来见他们的故事嘞。是，我们有一位网友就给我们写了这个信，他就说2021年的5月呢，爸爸因为生病过世了，但遗憾的是身在国外的我，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没能守在爸爸的身边，连最后一面都无缘相见，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至今难以忘怀。想到自己未尽孝道，我把对爸爸的思念转为念佛、行善、供灯，并把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了他。很快，弟弟和妈妈先后梦见了爸爸，神态安详，自在飞升，但唯独我从未梦见过他。难道爸爸真的是不原谅我吗？没想到爸爸往生的第49天的下午，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就飞来我的家门口，静静地停留了很久，仿佛在守望着我。这是爸爸，他不忍我悲伤，所以化作蝴蝶来看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却不再是痛苦，而是感动跟喜悦。直到晚上，蝴蝶才缓缓地飞向远方。我知道爸爸已经安详地走了，带着佛光，也带着我的爱，去了更好的地方。真好。
是就是他为父亲供灯49天超度，就在第49天，他看到了一只蝴是蝶。蝴蝶，真是很孝顺的孩子哈。哎呀，那就感到赞叹哈。你的长辈一定很开心，很幸福。对，其实这也让他释怀了，因为他没有给爸爸送终嘛，在爸爸走的那一刻没有在身边，他很难受。但是通过在他自己供灯做功德，在我们平台，他的这一份心愿啊，终于得到了这样的圆满了。是，爸爸就回来感恩师父看他，了了这个心愿。对，是真好。师父，我们也给他送一份礼物作为祝福啊，很感动啊，这位师姐。这师姐叫啥来着？啊，这位网友，就这位网友吧，对，我们会寄给他的哈。好，祝福这位师姐呢，一切所愿皆得，并且长命百岁，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那师父啊，接下来呢，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在一个日本非常知名的电视节目中，所记录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啊。这个节目叫《世界惊奇新闻》。有一天呢，这个节目就采访了一位25岁的叫有夏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哈。那这个小姑娘呢，她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已故的母亲的故事。她的母亲叫纯子啊。纯子年轻的时候呢，她也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后来她嫁了一个，她的丈夫在农村呢哈。嫁去以后呢，她就一心一意的，就是操持家务哈，每天很努力的工作，照顾孩子，然后还要下地干活。但是她任劳任怨从不埋怨，她很爱她的家。可是呢，有一天呢，一向身体健壮的这个纯子突然呢胃痛难忍啊。后来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是胃癌晚期啊。医生说她的5年存活率仅有7%，可是那一年她才34岁。那确诊的那一刻呢，纯子呢并没有放声大哭啊，为了自己这个生命马上就要结束而难过，她反而第一时间呢转头转向了丈夫，轻声地说：“我们的孩子以后该怎么办呢？”那从那一天开始呢，纯子就开始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她呢身体虽然日渐虚弱呀，她每一天呢都要过得井然有序。她痛到站不稳，她还是坚持天天给孩子们做便当。她因为化疗呢，身体很虚弱，可是她呢，在笔记本里啊，为丈夫和孩子们呢，写下了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就是她记录了这个米啊，要泡多久啊会好吃，衣服要怎么晒啊会更干净啊，感冒了的时候呢，要煮什么样的汤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恢复健康。她还甚至悄悄地买回来了一只小狗啊，想着这只小狗能够陪着孩子们长大。那后来呢，与病魔抗争3年之后啊，这个纯子啊，她带着万分不舍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光流转，她离开13年之后，我们这一位叫有夏的女儿啊哈，她呢也长大了，亭亭玉立，带着自己的未婚夫和父亲哈，一起呢在母亲的忌日就回乡去为母亲做祭祀。那在母亲忌日的头一天晚上呢，有夏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她看到她的母亲啊，穿着一身美丽的和服，手里呢还捧着一束白色的百合花啊，站在这个门廊下，对着她呢点头微笑。那她梦醒之后啊，她就把这个梦给爸爸讲了。那爸爸一听这个梦啊，就突然想起来，对哦，妈妈生前其实给女儿啊是留下嫁妆的哈，有一个宝盒是给女儿出嫁用的。那爸爸呢就在家里啊使劲的找到了那个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旧木箱。那这个旧木箱打开之后呢，发现里面呢放着一套非常美丽的和服啊，就跟这个有夏梦中梦到的是一样的。他把这个和服啊轻轻地取出来的时候呢，突然听见啊一枚金属啊轻轻地落到了地下，一看是一枚结婚戒指。那这个戒指呢，就是妈妈为他准备的结婚礼物。那有夏呢真的是也是非常感动哈。但是呢，就当他们在从这个木箱子取出这些妈妈留下的礼物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母亲的灵位前呐，有一个摆放了多年的，但是一直工作都很正常的时钟。这时候啊，时钟的指针呐，突然开始不规则地转动起来了。
一会儿啊，这个指针呢好像就在微微的颤动，哎，大家可以看哈，就在这个视频上，一会儿这个指针就在倒转。对，倒转啊，就一般时钟应该不是正转的吧？对呀，时钟没有倒转的呀。没有倒转的。你看一会儿，你看颤动一下，倒转一会儿，再正转一会儿哈，就这样呢，足足持续了20分钟。那在这个时候啊，父女俩在家里闻到了一阵清澈的百合香味啊，就是在梦中有下看到母亲手中捧着的百合花儿。这个时候父亲呢，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啊，他就哽咽着说：“他说这个是你妈妈，她临终前呢跟我说会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我就跟他讲啊，你不能只看着，你要给我一点讯号，你要告诉我你在这儿，所以这就是妈妈给我们的讯号啊。”就父亲很感动，说：“你看，你的妈妈回来了。”那当晚呢，父女俩再一次整理这个母亲留下的木箱时呢，发现在箱底的夹层中啊，还有一个用旧信纸折成的小小的纸包。这个纸张呢，因为时间呢已经泛黄了，可是字迹呢很清晰，就是母亲的笔记。有下呢轻轻把这个纸包打开呢，它就上面呢写着这样的字样：“亲爱的孩子们。妈妈可能没有办法陪你们长大了，真的对不起。但是呢，请你们别怕，饭要趁热吃，衣服要晒在太阳下，感冒了就记得姜汤喝。有下，你出嫁的那天，妈妈不能亲手牵着你走，但是我会在天上一直为你祈祷。无论你们到了哪里，都请一定记得，妈妈爱你们，永远爱你们。”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真的太感人了。是，因为年轻的母亲，其实在自己身患绝症之后，想到的就是她的孩子们，做了一切能够为自己的先生和孩子，让他们今后的生活能够平安顺利哈，所有的都在为他们做准备。最后走了这么多年啊，在女儿要出嫁之前，还要回来。来告诉他们，我还在，对，还要惦记着陪着你们啊，是，爱着你们。对他，关键他能显现这些东西，这不容易哈。对个灵魂来说，这已经过去10几年了哈。10几年了。这女儿出嫁，他还来看来送，对，并且你还能让那个时钟倒转哈。对，这个对于一个灵魂来说，其实这种让这个钟表倒转哈，一个灵魂来说比喻就是一个已经没有力气，连呼吸力气都没有的一个人，在你转动这个钟表，都是很艰难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母亲多爱他们呀，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真的伟大的母爱。就是他这个故事也是在他母亲的忌日的时候，对啊，对他就是梦见了这个母亲，就是我们在很多网友写信，包括刚才的几个故事里，也是那个亲人的忌日啊，还有盂兰盆节、清明节这些节日时候，祭祀的节日，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些往生的亲人给我们一些信号，无论是托梦也好啊，无论是以各种方式来看我们。对，对，是。所以这个母亲也是，我相信她也是，就像师父说的，其实她作为灵魂，她都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哈，她还在想方设法的去和孩子沟通哈，去做这样的事情，她心里是非常惦记挂念的。这一份母爱是非常伟大的，爱的延续。所以灵魂也是有爱的。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是啊。尤其是我们的父母长辈哈，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每一年哈做出相关的祭祀。对。从清明节到盂兰盆节哈，就为他们的祭祀。你看我们有一个网友哈，就是刚才留言的网友，有一位他就问，他说已经，比如说他的长辈已经都超度哈，往生到可能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到这个相关节日或者他的忌日的时候还要祭祀吗？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是我们谁都有老人，对不对？那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比如拿我自己讲吧，
到了这样的节日，首先我是个也是争先恐后去做这份功德。无论从烧纸钱到纸衣服，再到佛前点灯祈愿发心，都是为父母要做这些事情，来表达自己的那种怀念，是吧？是。它没有一种标准，是说，哎，我这一做一次就行了，或者说你这说多少钱，我点了一盏灯了吧？哎，这也变成叫做还不太懂得这个相关的这个情感和道理，是吧？这份爱，这份情，它是永远不能中断的呀。对。先不要说他们好与我们的好与坏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哈，但是这份情，这份爱你不能忘啊。所以，这也是做人的根本呐，师父。所以每一年呢，对他们做一些怀念和祭祀是非常必要的。对。父母养育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对。其实我们经常都是说父母走了，都觉得我们尽孝尽得不够啊。就是父母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做，那走了我们更应该真的是用每一个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年去为他们做这一份功德。我们做的他们一定能收到，一定会让他们更好。对。其实如果从最初级来说，就是说，哎，我这不好，是不是长辈不好？这是初级的思考。这如果我们好，我们就不用祭祀了嘛，对不对？那你看这位日本妈妈对孩子的爱，对，那你舍得放下吗？不舍得。那你的怀念是吧？怀念是至少是心中一份挂念，一份感恩呐，对吧？哎，那有人说，那我要烧纸做这功德，我还得花钱，经济真的困难啊。在古人怎么教我们的哈？就是能够说把这个土给它捧起来，就成为插香的那个香灰啊，找出一个比较笔直的好的一个草杆插上去啊，作为香，来供奉自己的养育之恩的父母啊，应该就有这样的心啊，而不是到底钱的多少的问题，是吧？是一份情，你的父母亲对你的这份爱哈。我们是永远没有任何方法来把它取代掉的，对，这首先是感恩和怀念，对，而不是我们好与坏的事儿，但是也当然包含着与不懂事的、不孝敬的孩子，你这边有一些不好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对父母也不好，或者父母在那边活得不好，可能是有相关联，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表达是一份爱。难道我们在听这位日本妈妈这个爱的故事，我们不受感动吗？对不对？而不是在乎说那个几十块钱这个费用的问题，是吧？这是我说良心话。多少钱都没办法去偿还这份爱。是，所以这份情、这份爱的话，我觉得对父母长辈的这份爱是没办法代替的。对。所以我们每年在相关祭祀的节日，对他们有所这样的祝愿和怀念，或者为他们祈福，我都必要的。对，哎，所以我妈妈那走了之后，我们再后来又是超度又干嘛？我看她那个身体又很高啊，就觉得上千米高，那个她的容颜就变了，真的就像佛经里描述天神的那个身体那个样子。那我一样到时间我就要去祭祀祭奠，也是心中那份怀念了。是，对，师父。对，我们也会抽一些网友的问的挺好的问题呢，做一些挑拣式的回答，好吧？好啊，好啊。因为很多人还是不太懂。对。也有的网友做了很感动人的事情哈。对，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的，来给大家提问和解读一下，好不好？好的，师父。我们现在当场选一选。好，师父。刚刚有一位网友叫 Adeline 华，他就想请问师父说，我们烧纸钱的时候要如何写，祖先亲人才能收到？这个我知道。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家人自己来写来去烧这个纸哈，通常我过去的做法呢，就是一定要写上你的户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比如说哪个省、市、区或者县、乡、镇、村、街道号码，还有，其实你主要针对这个
亡灵亲人的这个他真正的名字，啊，因为一会儿就要烧掉了哈，对，你要写得清清楚楚。啊，比如说你写给你的父亲，比如说叫王大山啊，哎，你一定要写上国家、省份、城市、街道、门牌号、姓名。写上姓名还要说，比如说他叫王大山，王大山和历代祖先收。这时候就是你的王家王大山这一派系的一个家族的往生的亲人祖先，他们来共享你的这份，比如烧纸啊、供养啊，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有可能啊，很多孤魂野鬼哈，他会来收这个东西，你白烧了。对，我想起来了，师傅，我们有一个就是同修就跟我分享过。说他有一次就是也是在给他的祖先烧纸的时候，烧着烧着突然就大风一阵，然后感觉就把那个烧的纸都吹得散了，就还没烧透呢，都吹散了，还一个什么灰也一个烧的灰还到了他的眼睛里了，那还受伤了呢。啊，对，对，那可能就是来抢的。对他后来我就说，那你是给谁烧？他说就是给祖先，他没有给孤魂野鬼啊什么的。不是，这个是首先第一个要写清楚。像我过去自己在外面烧的时候呢，还要念念有词哈。我这是给谁的？其他朋友先别抢哈。但是我做的最佳方案呢，我先拿一些烧纸呢，给一些孤魂野鬼正在这流浪的。或者就在这待着的孤魂野鬼，其实你的一般肉眼看不见，对不对？你先给他打发一下，先给他们打发一下之后，你再给你的祖先呢、亡灵的烧哈，对，这样人家抢的几率就少，不抢了，是这样的啊。好，当然也还有一个是，你如果烧明火的这个纸钱呢，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像我们都是买专用的大钢炉哈，的那个纸灰不会飞出来。但是像小型这种铁炉子的话呢，哈，最好买那个带盖子的。是。你还弄好的铁钳子、铁丝，帮着捅那些炉灰，还有拿着那个防烫的手套哈，来回弄那个炉盖子。否则你点了火之后不盖上，那个风一吹啊，那个冒着火苗就飞起来了，就引发火灾呢哈。所以一定要注意火灾这件事情啊。是。完祭祀亲人了，你不注重火灾也不行啊。对。不能造下这个罪业。所以今年也是感恩师父，让我们网友可以在网上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做这样的祭祀活动。是。我们之前收到很多信息，很多网友就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的哈，对，没地方烧这个纸，没地方，都偷偷摸摸的找地方，都不敢怎么烧，就赶快要熄灭了。对，像做贼一样，是也不安全。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代替你来做这些事情。对，如果你自己家，你生活在乡下，就能烧方便的话，你就自己去烧，好吧？这是更好啊。如果确实不方便、不得已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相关祭祀。我们的佛，一切众生都要度的哈。所以这也是度化众生，也是我们的一项职业工作啊。对，也替你烧这些你的祭祀品啊。我们买那个专业的那个炉子啊，特别好用，那个纸灰真的不飘，而且烧得很旺。对，还有一个网友在问哈，是吧？他说他奶奶是天主教徒，但他是信佛的，他就跟师傅学了。他说那能给奶奶也烧点这个金山银山过去吗？我觉得是由你决定，对吧？如果你是孙子也好，外孙也好，对奶奶有所这样的一个供养、祭祀、这个超度的话，这是你的心意啊。对无论是哪一尊神来说，作为后代去这个孝敬他的长辈，那一切神灵都是欢喜的呀。奶奶也是欢喜的。人真要死了，真要见到了主，真要见到了神的时候，他就没有烦恼了。对，众神都一样。对。好。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灵魂化成动物了，他就有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他说：“师父好，3个星期前我的家翁灵前集体念佛时，有一只蜜蜂在我的腹部等了一会儿，然后就顺时钟在腹部走了一大圈，大概5分钟之后就飞走了。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们俩也议论一下吧。嗯这个因为大家都有权利议论。我觉得是好信号，对，我也因为觉他们是得是一起给他的家翁，家翁是算是公公公公啊，给公公他是念佛媳妇嘛，他是对媳妇，对公公哎，对，这媳妇也是挺孝顺的，你看是哦公公应该是挺满意的，想着这媳妇儿知道来孝敬我哈，给我念念对佛，在他的肚子上画个蜜蜂，肚子上转个是顺时针转圈儿，然后才走。一般蜜蜂有点怕人，对他们应该不太不是他接近。要么就叮人哈，要么他转一圈儿就走了。他是在那边转了大概5分钟。这首先也是吉祥的哈。这个蜜蜂的话，它至少也代表甜蜜吧，是对不对？是。所以你的这个家翁呢，就觉得是感谢你对他的孝敬，是吧？他祝福你呢，未来有一个甜蜜、吉祥、富贵的人生。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很好的。对，哎，说明你呢还是个孝敬媳妇啊。是，太好了。很好。还有一些细节哈，有些网友问，我们给祖辈祭祀过的食物还能吃吗？这个2类答案哈，那我的答案最正确的来说是可以吃的。像我的师父告诉我呢，像祭祀过的这个食物呢，就是祭祀这些活动完了之后哈，这个能分给大家一起吃哈，这个代表着叫健康长寿、消灾灭难，啊，它有这样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哎，所以挺好的。这就我的理解。这是可以吃的。对，好。因为也有一些东西，有些放在坟上，那个就是在相对比较荒野的这个环境里头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放在那儿也是可以的。那通常如果你去放那儿，你如果在旁边猫着看的话，会怎么样呢？通常有些小动物就会吃了，这也不是不行啊，是吧？那是你的祖先可能已经吃到了，对，吃过了。剩下到的这个具体的什么这些饭食呢，有些小动物给吃了，也是爱护世界的意思。是啊，但是我觉得人吃了也是吉祥如意的。好，感恩师父。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分享哈，师傅，他说30几年前啊，奶奶往生的时候呢，这个灵堂啊就看到一只蝴蝶啊飞来飞去。那过了不久呢，我大学联考，就是大学考试嘛哈，考场上呢忽然不舒服，就躺在躺椅上休息，就等待下一门科目的考试的时候呢，结果又是一只蝴蝶飞过来我身边，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然后慢慢的我就好多了，我心里啊就想，那一定是奶奶划线来看我了。这个很有可能啊。对。真是哈，其实奶奶给他鼓励呢。对你记性好的人的话，他发生这些事儿，他记住了哈。像我的记性没那么好，但是这种比较灵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多呢。哎，像这个，所以这个在我们在学习这个预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叫吉祥的小昆虫，你见到了之后都是福气的，是好的。当然，这个并没有说和灵魂有关系哈。但是世界之大，它的神奇之处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比如你今天出门，你在门前的时候遇到一个红色的小蜘蛛掉在你的眼前，这就是好运当头，或者鸿运当头，肯定是好事。是。对，那你出门的时候脚踢在个石头上很痛，说今天办事不顺，别去了。对对对，对。那到底谁提醒了呢？这个还不一定。对，有时候是护法神。从佛教徒来说，有护法神，是吧？那没有信佛教的呢，也有很多可能是你的祖先亡灵啊什么之类的，对你的一个护佑提醒，都可能的。所以今天咱们普及了相关，其实有很多这种知识性哈。是。网友的这个提问其实很重要。对。你提问我才能解释啊。否则的话，我知道的，你也没有提问，但是你还是不懂，对，多问，我就多讲。其实很多时候，咱们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哈。看一眼。
对，那我们看的时候，我跟师傅分享一个网友之前的互动留言，好吗，师傅？好他是来自温哥华的 Melissa 哈。啊这位网友呢，他说20多年前啊，父亲走的时候其实是很安详的哈，所以呢，他一直以为父亲就不用再挂记了哈，父亲也没事儿。可是呢，他有一次啊，他在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健身班，在课程中念佛的时候啊，他突然感应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在感应中看到父亲满身灰尘，发抖的跟他说：“我很冷。”哎呦，他当时看到这一幕啊，心就很痛。他就想起师父教导啊，其实是要为亲人每年都应该做功德、点灯啊、祭祀的。所以呢，就在那一念之间呢，他就立刻呀，想着要许下愿望，要给父亲点灯。其实就念佛过程中，他就许了个愿，他说我要为父亲点灯。刚许下这个愿，他就立刻又感应到父亲穿上了军大衣，神情安宁啊，就看着他觉得哎呀。就一个愿望发出去，父亲就好了。后来呢，他就立刻到禅堂为父亲点了灯。第二天再念佛的时候呢，看到父亲啊满脸笑容，还对他说：“谢谢女儿。”所以那一刻他泪流雨下呀，深深的感恩佛菩萨和师父啊，提醒他，为父亲做功德，让父亲可以离苦得乐。真好。温哥华的 Melissa， 感动哈。师姐，刚刚您在分享故事的时候，我们又有网友留言了，他想请问师父，为什么只有一些亲人才能看到往生的家人呢？他可能意思是说，不是每一个亲人都可能会梦到，他没梦到哈。对。然后还有往生者要化成动物，是不是要很多功德呢？谢谢师父。这个问题有趣。如果化成看似比较吉祥的小动物哈，来像比如说前面那个。小鸟的那种表现，蝴蝶的表现。首先，我认为这个人哈，他往生之后啊，他的灵魂是往上走的，就往天上走的。说这种人才有机会，有神灵护佑着圆满他这样一个心意。如果你那个死了之后，灵魂是往地狱往下走的话，他再能画出这个吉祥小动物来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他可能都没机会回到人间去传递任何信息。对，这就是我的一种理解吧，也不一定真正确，这只是我的猜测。是，所以也是。我们看看还有问题吗？这个。对，还有一个人哈，我看到一个网友写的，他说如果在他自己家的坟上去上坟烧纸的时候，那个在纸钱上要不要写上？这个他的地址啊，我觉得这个就不用了。因为你在这里烧的时候，就是你的祖先就所埋葬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阴宅哈。他们就在跟前，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他就坐在你跟前，一群祖宗坐在你跟前，真的接受你的供养。那你呢，通常嘴里还是要念念有词。你可以不用写，不用写什么什么地址啊之类的，或者是去世的亲人的名字。但是你嘴里要念念有词啊，比如说你为爷爷和祖先来祭祀的时候，比如说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历代祖先们哈，感谢你对儿孙我的庇佑哈。今天呢，我给你们来烧纸钱来了，希望你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这样说就可以，因为你就在他的这个去世阴宅的跟前呢，所以这就不用写地址。但是通常还是要念念有词。同时念念有词，这是一个规矩。好。还是为了说避免别的，要沟通一下，对，避免其他的孤魂野鬼来抢钱，对，那你那个去在墓地上去烧的时候，那墓地呢还要至少要清洁一下，对，是不是啊？有些长了茅草啊，什么这个裂纹呐等等的，这些你都要修整一下，清洁一下，再来做这个祭祀的动作。对，好。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哈，师傅，他说这一次啊，感恩师傅让我能给祖先啊送去金山银山哈。他说前2天我练大光明的时候呢，我看到姥姥去了南天门，头上还戴着盔甲和帽子。我想请问师傅，姥姥这是不是去了天上啊？到天堂去了？对，师傅大护法了，是南天门的门神是。南天门的话，那按中国。对呀，来说那是那很高的一个天界了哈，就是玉皇大帝住的那层天。我不知道是兜率天还是什么东西，那就很高了。所以做功德之后，你一个是能够到极乐世界，第二个到天国，到天国你就是神，
啊。那对到那个极乐世界就是大菩萨，哦，就是这样，他就不是普通的人类的灵魂了，是，就变了。嗯，好啊。对，看网友还有问题吗？这个说烧纸的时候写地址是往生者生前的地址，还是阳上的人现在的地址？肯定是往生者的，他的祖籍了，是吧，师傅？就是他生前的地址，对，生前的地址。他知道这，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阴间的户籍啊，对，你只知道是阳间的户籍，对不对？要这样写的。师傅，我们还有网友说：“师傅好，我清明节前忘了给我往生的父亲点灯，那几天心情就不那么舒服，心想应该是爸爸来提醒我要点灯了，可是因为我工作忙忘了这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就梦到爸爸到老家来打骂我，家里还是暗暗的，我一直求爸爸不要打我了，过后家里就突然明亮了，爸爸也笑着原谅我。我一早起来马上就把灯点上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梦见爸爸，感恩师父。有意思啊。几乎所有父母都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这是一定的哈。但是这个你就这个时候忘了，年轻人来说也是正常吧。但之后你要弥补啊，不一定是罪过，但是还是要弥补的好。幸亏爸爸比较宽容哈。所以我们再次提醒网友要开启小铃铛啊！我们师父每逢这些重要的节日都会给大家做这样的提醒啊，我们就不会忘记了。好的，好的。行，咱们看还有什么内容给大家再说的啊？对，还有网友说，哎，师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能不能带我们念几天佛呀？我们过几天有安排的哈，过几天有安排哈，到时候我们再。安排确定了之后，我们再贴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哈。好。好的，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个一个真正内心心灵的交流哈。这么多感动的与人与爱我们人之间哈，哪怕往生了，他都很爱我们，这样很感动的这个故事的交流哈，就让我们真学到了，让我们更重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爱人，对，要有一份感恩的心，怀念的心，所以在相关的节日呢，要给他们一定要有所祭典祭祀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互动，那今天今天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哈。也请师父呢，来加持我们所有语树房的赞助的功德主们。好的，好，祝福所有能够支持我进行世界弘法、开网络道场去普度众生的所有的赞助者、发心者包括你到我的网络平台上做一点法务的请购，也都是对我弘法最大的支持那预祝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心想事成，所愿皆得，佛光普照。师父，来说一下下次。好，那我们也预告一下下期直播时间。亚洲台北是2025年8月31号，晚上5点。那北美温哥华时间2025年8月31号凌晨2点。好的，亲爱的网友，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好。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